在白宫易主时间愈发临近，特朗普对华再次屡出重拳。除了对指定中企拉黑名单外，美国在4日宣布终止5项中美交流计划，称其是对外宣传的工具。此外，在美媒刚爆出所谓的限制党员以及直系亲属赴美旅行新规后，蓬佩奥又进一步宣布将对参与海外影响力行动的中国公民进行签证限制。特朗普更是疯狂加码打压，美军事行动也开始躁动。就在双方关系紧张之际，中国一家研究机构发布最新消息。据《环球时报》报道称，有来自中国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消息称，美国海军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进入南部海域行动。根据航线图显示，马金岛号2栖攻击舰和萨摩塞特号船坞登陆舰兵分两路，一南一北呈包围之势进入该海域。近日，美军的一架 RC-135W 侦察机抵近南沙群岛附近，进行了军事侦察行动。随后，美军还出动了3架次侦察机到该海域侦察。此外，美国私人公司一架 CL-604 侦察机也在东海出现。其实，美军侦察机抵近侦察已经成为常态，但是他们又捞到了什么？不过，外界有着一种强烈的预感。据美国新闻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戏剧性的离开白宫，不仅可能不会参加拜登的宣誓典礼，还可能要举行一场疯狂的反对集会。外界已经预感到特朗普可能要发起一场可控的局部冲突，早已有很多人推测可能是伊朗，也可能是中国南部海域。分析称，美国可以选择进入冲突的时机，但不能选择退出时机，因为可不可控并不是美国能掌控的。美军频繁到中国周边海域强化军事存在，这次美军派出2栖戒备群兵分两路，引发担忧。虽然乍一听很厉害的感觉，但事实上2栖戒备群包括2栖攻击舰、2栖船坞运输舰、2栖船坞登陆舰和陆战远征队。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个阵容并不能造成实际震慑力，通俗讲就是航母没了，用2栖戒备群装阔。目前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正在波斯湾待命，鞭长莫及，一旦到别人的主场挑衅，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现在就看特朗普敢不敢。而对于美军频繁挑衅，中国没必要配合美军演出，可以在相关海域上进一步布局防空网络。美国越是加强军事施压，我们就越是要加强在该海域的军事化进程。如果美军敢有任何越界行为，依法开火就是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伊朗秘密核计划的领头人莫赫辛·法赫里扎德成为一场大胆暗杀行动的牺牲品，而伊朗将手指向了美国和以色列。他的死让伊朗面临一个历史十字路口：是接受强硬派要求迅速报复，还是继续隐忍等待一个机会？虽然伊朗曾誓言进行猛烈报复，但是直到现在伊朗都没有任何行动。但美国和以色列动作反倒频繁危险。在12月4日，以色列领空已经全部戒严，地面有目击者看到美军预警机飞抵耶路撒冷附近，并在以色列领空进行巡飞。而美国已经让尼米兹号航母打击大队进入波斯湾待命。之前美军还悄悄往中东部署了多架 B-52A 式轰炸机，随时就能立即起飞执行轰炸任务。而在近日，美国知情人士还透露，由于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美国将暂时从其驻伊拉克大使馆撤离部分工作人员。美军预警机、轰炸机、航母打击群悉数抵达中东，究竟是执行防御任务还是打击任务？而伊朗什么动静？事实上，伊朗从未像2020年这样经历如此密集的斩首行动。今年1月，伊朗人尊敬的2把手苏莱曼尼将军在巴格达被美国无人机斩首。在今年8月，以色列一个特工小组在德黑兰街头射杀了一名武装组织高级领导人。而在前几个月，伊朗的医院、化工设施、核设施等重要设施也频繁发生事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极限施压下，伊朗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经济制裁和军事制裁。再加上今年疫情对伊朗经济的冲击，尤其是特朗普离开白宫前，这对伊朗而言是最危险的时期。但是在伊朗国内却充斥着2种观点博弈。温和派认为这个时候不应该冒进，应该再等上1个多月拜登上台，重拾伊朗核协议，继续实施战略耐心政策。强硬派则认为法赫里扎德被杀证明，坐等与拜登重新开始，会让敌人更加胆大妄为。事实证明，你越放低底线，他们下一次就会做出更出格的事。如果这种程度的袭击都不进行报复，他们可能故技重施，因为他们知道伊朗不会反击。不过鲁哈尼表示，我们将在正确的时间给出答案。所有敌人都应该知道，伊朗人民不会被这种犯罪行为激怒，不会中敌人的奸计。很显然，答案已经很明确了。伊朗似乎还对美国存在幻想，将自身国家安全寄托于敌人。但现实是残酷的，即使被打一拳你不想回击，但敌人可能会再打一拳，逼迫你还击。美国和以色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真的是防吗？在12月6日12时，
据中国探月工程公众号消息，嫦娥5号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成功与上升器成功分离，违反组合体进入还月等待阶段，将择机返回地球。不过，央视新闻指出，由于嫦娥5号之前的动作太完美，上升器推动剂还剩余很多，在评估进行额外的任务。航天任务一般都会有很多预案，但没想到任务完成的如此完美，穷下腹路为航天器留足冗余度，是中国优良传统。分离后的上升器将会进行怎样的额外任务呢？事实上，在嫦娥5号探测车采集完月壤后，要飞到月球轨道上对接，靠的是上升器装备的3000牛发动机。到月球轨道上后，经过复杂的交会对接，成功将月壤样板送到轨返组合体。其实，上升器有交会对接能力，也就意味着上升器有完整的飞控系统以及与地球交互通信能力，这为任务拓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嫦娥5号上升器和当年美国的阿波罗飞船相同的是，均采用的4期结构，落月和返回程序也趋于相同。不过，由于后发优势，在自主导航和对接结构等技术领域，嫦娥5号上升器技术要先进得多。不过，嫦娥5号上升器多了一样阿波罗上没有的东西，即再次起飞后展开的较大的太阳帆板。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的登月飞船都没有设计太阳能帆板，所以阿波罗飞船上升器在完成对接后，很快就无动力坠落在月球表面。但是直接坠毁在月球表面，远不如在深空自由探索更具价值。携带了太阳能帆板，就意味着它可以持续发电，绕月1年、2年甚至更长都没有问题。这为上升器执行更多任务提供可能。首先，目前月球上空已经没有能长期运行的观测卫星，很可能继续在月球轨道进行观测任务，为下一步嫦娥6号任务提供数据支持。在下一次月球软着陆时，和新的探测器对接，利用其对接能力、高价值的燃料和3000牛的变推动力发动机，帮助新探测器降落月球出力，或可能提高下次探月的有效载荷。此外，由于还剩下很多燃料，也可能和嫦娥2号那样脱离月球轨道展开比较刺激的任务。嫦娥2号曾成功飞越图塔蒂斯小行星进行近距离探测，嫦娥5号仍然还会展开冒险又充满惊喜的太空之旅。除了这些任务外，嫦娥5号上升器可能还会进行一些更加隐秘的任务，这或许正是一些国家更担忧的事。在边境对峙长期对峙的背景下，印度被迫害妄想症也越来越严重了。前段时间，印度炒作解放军用微波武器袭击印度，随后印度又称中国可能会使用液体炸弹攻击印度。在11月29日，印度经济时报报道称，中国已经确认在雅鲁藏布江建一座大坝，规模相当于3个三峡大坝的水电站。这一消息引起下游沿岸国家的关注。印媒指出，中国可能用液体炸弹遏制印度。最近，印度称中国又研制出一款奇怪的武器。据英国卫报文章称，中国周3宣布一个重大决定，计划到2025年人工增雨作业影响面积达到550万平方公里以上，到2035年中国人工影响天气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项技术主要是为了缓解干旱火灾重大活动前保持天空晴朗，除了支持农业生产，还能用来应对救火救灾。早在2017年，中国就斥资11.5亿人民币采购飞机，研发火箭发射器、数字化联网设备等，在1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制造雪雨，其中还包括一个位于亚洲最大淡水储备地青藏高原的人工影响天气系统，即基于大气空间的跨区域调水模式天河工程，本质就是在青藏高原上空制造人工雨，将带来大量降雨以补充黄河的水流，预计每年能制造50亿立方米的降水。英媒还特意强调，中国雄心勃勃的计划覆盖面积将超过印度领土面积的1.5倍。虽然这项工程能够缓解中国北方干旱的缺水情况，但如果影响到雅鲁藏布江等河流的水量，或东南亚和印度的干旱问题，但事实是，中国人工降水一直都仅限于国内范围。其实多年来，印度一些人一直推测，气象武器将会使中国在未来冲突中占优势，尤其是在边境对峙的背景下，印度国内更加深这一担忧。对此，有印度人表示，微波武器、水炸弹、气象武器，为什么中国总用奇怪的手段对付我们？但是确实没人能够阻挡的气象武器，其实是印度一厢情愿的想法。也有印度人看到这项技术带来的好处，有人表示，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获得这一项技术。由于印度农业严重依赖季风，深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今年印度更是经历了涝灾，又经历了旱灾，对于这种呼风唤雨的技术，自然是求之不得。最近，印度对我国雅鲁藏布江大坝、人工影响天气工程等大加批判，并试图阻止。这一系列举动将印度人酸葡萄、心虚、害怕、自私的复杂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中国要发展，为何要迁就你？